让我向你阐述一个与你所学知识体系可能截然不同的理念。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成功的关键并非在于其卓越的智慧，而在于我们始终如一地专注于避免犯下愚蠢的错误。当大多数人都在积极探索下一个划时代的创新点子时，我和我的伙伴沃伦·巴菲特却在思考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并非首先探究我们能做出最精明的决策是什么，而是审慎地考量我们可能以哪些方式遭遇失败。这种思考模式被称为逆向思维，它是一种极具力量但鲜少被大众有效利用的思维工具。伟大的数学家卡尔·雅科比曾留下至理名言：反过来想问题，永远要反过来思考。他从不直接面对难题，而是将其彻底颠倒，从相反的方向进行逻辑推演，以寻求解决方案。现在让我通过一个实际案例来展示这种思维的应用。在评估喜诗糖果公司时，我们并没有首先询问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的机遇，而是反向提问，我们如何才能在这项投资中遭受亏损？这家公司的品牌是否会逐渐衰落？竞争对手是否能够摧毁其定价能力？这项业务是否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最终导致回报率趋近于零？经过审慎的分析，我们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因此我们最终决定收购了这家公司。这并非一项多么高瞻远瞩的决策，而仅仅是我们坚持避免做出愚蠢决定的结果。现在让我们将这种做法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Longen Term Capital Management 的案例进行对比。他们的团队汇集了诺贝尔奖得主以及金融领域最顶尖的智慧大脑，他们运用着复杂的数学模型进行投资运作，他们自诩拥有非凡的才华。然而在短短4个月内，他们便损失了高达4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几乎引发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这时他们才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几十年来，我目睹了无数才华横溢之人走向自我毁灭，这让我深刻认识到，愚蠢所造成的危害远比缺乏智慧更为致命。规避愚蠢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单纯追求卓越的智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愚蠢行为的累积效应是惊人的，远非天才的成就所能比拟。一次愚蠢的决策不仅会让你损失真金白银，更重要的是，它会吞噬掉你原本可以通过理性和耐心所积累的全部收益。它破坏了本应让你财富增长的复利效应。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和沃伦始终坚持采取一种相对平淡的投资策略。我们从不涉足那些复杂的金融工具，不盲目追逐市场上的热门概念，不投资于我们不熟悉的行业，更不会孤注一掷地压住那些需要所有条件都完美配合才能成功的项目。这背后的心理机制其实非常简单，却常常被大多数人所忽视。人类天生倾向于追逐那些刺激和引人注目的事物，也天生倾向于跟随群体的行动。我们还天生会羡慕他人所拥有的东西，而所有这些心理倾向都会将我们直接推向愚蠢的边缘。我花费了多年的时间深入研究所谓的人类误判心理学，识别出了大约25种会导致人们做出非理性决策的心理倾向。而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倾向并非孤立的运作，它们会相互交织，相互加强。我将其称为拉帕鲁瓦效应。多种偏见协同作用，最终会酿成你始料未及的灾难。以互联网泡沫为例，你可能被社会认同感所裹挟，看到每个人都在科技股中迅速致富。你可能被嫉妒心所驱使，
听说邻居仅仅通过投资一家毫无盈利的公司就赚取了数百万美元，过度乐观的心理也在作祟。你告诉自己这次与以往不同，旧的规则已经不再适用，而剥夺性超反应综合征也开始发作。你担心此刻不买入，就将永远错失良机。所有这些倾向叠加在一起，使得原本应该理性的人们做出了极其愚蠢的决定。他们为那些从未盈利的企业支付高达其营收50倍的估值。他们自我催眠，认为流量和点击量比实际的利润和现金流更有价值。他们抛弃了200年的金融历史，仅仅因为他们自认为比前人更加聪明。这并非真正的智慧，而只是愚蠢披上了一层华丽的外衣，最终摧毁了数万亿美元的财富。现在让我来谈谈与此相反的投资策略。当我们买入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时，很多人都认为我们疯了。那是在1988年，可口可乐被视为一家陈旧乏味且估值过高的公司，但我们运用了反向思维。可口可乐公司怎么可能会失败呢？人们会停止饮用含糖饮料吗？这个品牌的强大影响力会消失吗？竞争对手能够摧毁其强大的竞争壁垒吗？我们得到的答案分别是可能性微乎其微，几乎不可能，不可能。因此我们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购买其股票，并持有了数十年。这项投资为伯克希尔创造了大约150亿美元的收益。这并非源于我们多么卓越的智慧，而是因为我们成功地避开了那些在1988年看起来非常激动人心，但实际上充满风险的愚蠢投资行为。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案例，安德鲁·卡内基之所以能成为美国首富，并非仅仅因为他在钢铁领域拥有天才般的创新构想。当所有人都专注于追求营收增长时，他却痴迷于成本控制。当竞争对手竞相建造更大的钢铁厂，争取更多的订单时，卡内基却在不断地追问我们在哪些环节浪费了资金。他对每一项成本的细微之处都了如指掌，一旦发现浪费，他就立即采取措施予以消除。这并非什么高明的策略，而仅仅是避免了在追求增长的过程中忽视成本这一常见的愚蠢行为。正是这种对成本控制的极致关注，使得他比所有那些所谓的聪明的竞争对手加起来还要富有。现在让我提供一个思维模型，它能帮助你避免比其他任何方法都更多的愚蠢行为。这个模型被称为能力圈。它的核心思想是你需要清楚地知道自己了解什么，更重要的是你需要清楚地知道自己不了解什么。我和沃伦都不投资科技公司，这并不是因为科技行业不好，而是因为我们对科技行业的理解还不足以判断哪些公司能够建立并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关键在于你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知识边界在哪里。我们不投资科技公司，并非是说科技行业本身存在问题，而是因为我们对这个行业的理解深度不够，无法准确判断哪些企业能够构建持久的竞争壁垒。我们始终坚守在自己的能力圈之内，只投资于我们能够真正理解的行业，比如保险、糖果、家具、珠宝以及报纸。在他们仍然具有重要性的年代，这些行业通常简单、乏味且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当人们问我们为什么错过了像谷歌或亚马逊这样的伟大公司时，我会坦诚地告诉他们，我们并非错过，而是有意识地避开了。我们规避了那种愚蠢的行为，仅仅因为看到别人在自己能力圈之外的领域获利，就贸然跟风投资。这是一种知识上的诚实，而知识上的诚实正是规避愚蠢的基石。
如果你无法坦诚地说出我不知道，那么当你对某些事物并不真正了解的时候，愚蠢的行为就很有可能会发生。你会假装理解那些你根本不明白的事物，你会凭借盲目的自信而非真正的知识来做出决策，而缺乏知识支撑的自信不过是愚蠢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我见过太多聪明的头脑被这种模式所摧毁，其数量远超其他任何因素。他们无法承认自己的无知，无法说出那3个强有力的字我不知道。于是他们伪装成专家，依赖于听起来似乎合理的说法，而不是真正理解的内容。最终他们基于虚假的自信做出了灾难性的愚蠢决定。本杰明·格雷厄姆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就教导过我的一个道理，帮助我避免了陷入这个陷阱。他说，投资者的首要问题，甚至是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是他们自己。你的心理倾向背叛你的频率远高于市场本身。正因如此，我一直痴迷于研究心理学，不是为了洞悉市场的未来走向，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自己，以及那些与生俱来的愚蠢倾向。我所列举的那25种心理倾向，每一种都曾在我的身上显现。不同之处在于，我学会了识别它们，并努力加以修正。现在让我来谈谈查尔斯·达尔文。达尔文花费了整整20年的时间收集证据，才最终发表了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在这20年里，他始终保持着耐心和系统的观察与思考。他并非急于追求惊世骇俗的成就，而是力求做到全面和细致。他刻意避免在证据尚不充足的情况下就仓促下结论的愚蠢行为。正是因为成功地规避了这种愚蠢，他才创造出了彻底改变人类认知方式的伟大著作。这就是耐心和严谨思维的力量，它们能帮助你避开那些常常会摧毁平庸思想家的错误。然而，大多数人却忽略了达尔文方法论的精髓。他不仅收集支持自己理论的证据，更主动地搜寻那些可能与自己理论相悖的证据。他践行了我所谓的反证法，寻找可能错误的依据，而不是寻找必然正确的理由。这种将思维本身颠倒过来的方法，是规避智力愚昧的最强大的工具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也秉持着相似的理念，他创立了一套系统化的品德培养方法，每周专注于培养一种美德，并记录自己在这方面的失误。他既不追求一蹴而就的彻底改变，也不强求瞬间的顿悟，只是坚持稳步地消除自身的愚蠢行为。一次修正一个小小的错误，数十年间，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修正最终积淀成了真正的智慧。富兰克林甚至随身携带一本小册子，记录下自己每一次未能践行所选美德的时刻。这正是系统性规避愚蠢的典范。他衡量的是自己的失败，而不是成功。这或许是很多人不愿意听到的真相。真正的成功并非源于天才的英雄主义式的飞跃，而是源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避免犯错的枯燥而坚韧的努力。以下是我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践行的一些实用方法。我始终在我的脑海中维护着一份愚蠢行为规避清单。每次做出重要的决策之前，我都会系统性地逐条检查自己，是否已经越过了自己的能力圈，是否受到了从众心理或嫉妒情绪的驱使，是否过度自信地预测未来，是否因为相信这次情况特殊而忽视了基本概率和统计规律，是否仅仅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就盲目跟风，是否因为害怕错过机会而匆忙行动。这份清单所帮助我避免的愚蠢决策
远远超过了任何天才般的构想所能带来的收益。因为数学现实是，如果你能够持续地规避愚蠢的投资亏损，你的资本将以市场平均利率长期复利增长，假设年化约为 10%，40 年后100万的本金将膨胀至4500万。但是如果你执着于追求那些所谓的灵光一现，每隔几年就因为愚蠢的押注而损失 30% 的资金，那么复利效应将荡然无存，你最终所获得的仅仅是稳健投资回报的一个零头。这正是我和巴菲特将避免永久性资本损失列为我们投资的第一准则的原因。它听起来并不刺激，也不性感，但它却决定了你最终是带着丰厚的财富离开人世，还是带着无尽的遗憾。是能够建立起世代传承的财富，还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财富因为错误的决策而逐渐蒸发殆尽。复利的数学原理虽然简单，却非常强大，亏损 25% 需要 33% 的收益才能弥补回来，而亏损 50% 则需要高达 100% 的收益才能回到原来的水平。每一次因为愚蠢而造成的亏损，你失去的不仅仅是那笔实际的资金，更失去了这笔资金在未来可能产生的复利效应。你正在错失数十年的潜在增长，而大多数人失败的关键在于，他们在理智上明白这一点，却无法抵抗那些看起来光鲜亮丽的社会压力。当他们看到朋友们在加密货币或 SpaceX 等当下的热门领域获利时，他们便会陷入恐慌。这正是社会认同效应，人类最强大的心理倾向之一。人类天生就倾向于模仿他人的行为，因为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跟随大多数人的做法往往能够保住性命。当所有人都逃离狮子的时候，你也应该跟着逃跑。但是在市场和商业领域，随波逐流往往只会让你陷入愚蠢的境地。当人群对某件事情表现出极度的兴奋时，轻松获利的机会往往已经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有风险。当所有人都认为某样东西光鲜亮丽的时候，正是你应该提高警惕的时候。错误往往在这个时候发生。人们会为一些平庸的企业支付愚蠢的高价，仅仅因为他们害怕被时代所抛弃。在过去的70年里，我目睹了这个模式不断重演，名称不断变化，从荷兰的郁金香狂热到南海公司泡沫，再到后来的科技股泡沫、房地产泡沫和当前的加密货币热潮，但是背后的心理机制却始终如一。人们总是说服自己这次与以往不同，总是自认为足够聪明，能够在崩盘之前成功脱身，但最终却因为追逐所谓的卓越而非规避愚蠢而倾家荡产。荷兰的郁金香热就是一个绝佳的例证。那些杰出的医生、律师和商人竟然愿意为一颗郁金香球茎支付超过一名熟练工匠1年薪水的价格。他们自以为洞悉了他人所未见的奥秘，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不过是深陷于一种毁灭性的社会认同漩涡之中。明智的举动往往显得平淡无奇。永远不要以疯狂的价格购买郁金香。以下是我的应对之道。我对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说不。我不涉足自己不了解的行业。我拒绝投资那些超出我的能力圈范围的项目。我远离那些复杂的金融结构。我回避那些需要所有环节都完美执行的项目。我拒绝使用杠杆。我抵制那些喧嚣的潮流。我拒绝来自群体的压力。拒绝正是规避愚蠢的有效途径。每一次成功的避开愚蠢的行为，你都是在为未来的财富进行投资。你所守护的资本最终会实现复利增长。沃伦曾经告诉我，成功者和真正成功者的区别在于，
后者几乎对所有的事情都说不，这绝非一句玩笑话。真正的秘诀在于让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致富的企业并不复杂，它们都是一些拥有持久竞争优势的简单企业，而我们是以合理的价格购入的。例如好时糖果、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盖口保险和可口可乐。这些并非光鲜亮丽的企业，它们是枯燥乏味但能够持续产生可预测现金流的机器，而枯燥和可预测性恰恰是你想要的，因为平淡和可预测意味着你无需猜测未来的走向，你早已知道结局。这些企业将年复一年地持续创造现金流，而可预测的现金流远比那些需要万事俱备才能实现增长的企业更有价值。当所有环节都必须完美配合时，必然会出现问题。墨菲定律绝非一句玩笑话，它是现实世界的一个基本法则。设备会损坏，人会犯错误，竞争者会涌现，法规会发生变化。如果你的投资逻辑要求万无一失，那无异于自掘愚蠢的坟墓，你注定最终会遭受损失。正因如此，我们始终构建安全边际，我们从不为那些要求企业完美无缺的价格买单。我们所支付的价格区间是，即便企业遭遇中等程度的挫折，仍然能够安然无恙。这并非什么高深的分析，而仅仅是系统性的规避高价买入的愚蠢行为。40余年的系统性规避最终铸就了一个市值数千亿美元的企业。本杰明·格雷厄姆将这种安全边际称为投资成功的基石，他说的完全正确。这正是投资与赌博的本质区别。拥有安全边际时，即便你在一系列判断中出现失误，仍然有可能获利。而如果没有安全边际，你就必须事事正确，但这在现实世界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现在我想回应一些人对这种理念的疑虑，他们认为这种理念过于悲观，他们认为专注于规避失败而非追求成功是一种消极的心态，但他们错了，这并非悲观主义，而是现实主义。这是对世界真实运作方式的一种理性认知。通往失败的道路遍地都是，而通往成功的路径却寥寥无几。因此，一个理性的选择是将更多的精力用于规避失败，而不是盲目地追逐成功。这不过是基础概率论在生活中的应用，而这里存在着一个绝妙的反讽。当你专注于规避愚蠢行为时，成功往往会水到渠成。当你始终避免做愚蠢的事情，最终你一定会超越那些竭力追求卓越的大多数人，因为大多数人最终都会败给自己，他们自我毁灭，频频自乱阵脚。他们追逐刺激而非价值，他们听从情绪的指引而非理性的分析，他们随波逐流而非独立思考。这些都是愚蠢的表现，而通过自律和正确的思维模型，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我很早就领悟到，我并不需要比别人更聪明，我只需要比别人更理性一些。而理性本质上就是规避愚蠢，它意味着察觉自身的心理是如何误导决策的，它意味着以知识上的诚实承认自己未知的领域，它意味着以自律坚守自己的能力边界。那么让我来提炼一下核心的实践要点：停止追求卓越，停止追逐下一个伟大的创意或热门的机遇，转而建立一份你需要规避的愚蠢行为清单，研究人类误判的心理机制，学会识别偏见正在影响你决策的时刻，诚实地界定你的能力圈边界，并虔诚地守在圈内。对每一项重大的决策都运用反向思维法则，在思考如何成功之前，先问问自己如何才能失败，
处处预留安全边际，永远不要为所谓的完美付出过高的代价，永远不要使用杠杆，永远不要仅仅因为别人获利就投资于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永远不要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做出重大的决定，永远不要因为感觉这次情况特殊就忽视基本的概率，永远不要假设这次与以往不同。这些规则并不复杂，甚至连孩子都能理解，但大多数成年人却不愿意遵循，仅仅因为他们忙于证明自己有多么的卓越。如果你能够始终如一地践行这些原则，你可能不会经历资产翻倍的辉煌年份，但你同样也不会遭遇资产缩水一半的灾难之年。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十年后，这种稳定性将像复利一样积累成巨大的财富，这是大多数聪明人永远无法企及的，因为他们在半路上就被自己的愚蠢行为所绊倒，而你不会。这就是我和沃伦打造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方式。我们没有秘密的策略或内幕消息，我们只是比我们的竞争对手更谨慎地规避愚蠢的行为。我们甘愿在该沉闷的时候保持沉闷，当所有人都纷纷说是的时候，我们勇于说不。我们甘愿在短期内显得有些愚钝，以避免在长期内陷入真正的愚蠢境地。50年后，这份耐心和自律造就了全球最具价值的企业之一，这并非依靠天才，而是依靠系统性的规避愚蠢。想想我们没有做的事情，当60年代的企业集团热潮席卷而来时，我们没有随波逐流，通过举债来建立庞大的帝国。我们没有追逐90年代的科技股泡沫，当时所有人都在靠那些毫无盈利的公司暴富。我们没有在使用复杂的金融工具爆炸式增长时去碰那些衍生品。我们对这一切都说了不，而这些拒绝愚蠢的决定最终创造了数千亿美元的价值。让我再分享一个能够将所有这些理念串联起来的思维模型。思维模型的晶格结构，其核心在于，只有融合来自多学科的多元思维模型，你才能清晰地洞察现实的本质。如果你只掌握一种思维方式，你就会试图用这唯一的工具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正如一句谚语所说，手里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但是当你拥有来自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思维模型时，你就能从多个角度审视同一个问题。你能在愚蠢的行为蔓延之前就识别出它的本质，你能洞察他人所忽略的规律。这正是我毕生研读跨学科知识的原因，并非为了炫耀才华，而是为了规避单一思维模式所带来的愚昧。当你通晓心理学，你就能看透群体盲从的本质；当你理解生物学，你就能领悟系统思维和进化规律；当你通晓物理学，你就能洞察临界质量和突破点。所有这些模型都以不同的方式帮助你规避愚蠢，它们为你提供了多重审视决策的视角，而你拥有的视角越多，愚蠢就越难潜入你的防线。最后，请记住这个简单的道理，无论是在人生中还是在商业世界里，你只需要成功一次。你不需要每年都击出本垒打，你只需要避免被三振出局。因为如果你能够持续地避免出局，通过纪律和耐心不断地上垒，复利效应最终会让你积累的财富远远超过任何精明的短期押注所能达到的水平。记分牌从来不关心你是靠才智致富，还是因为规避愚蠢而成功，他只在乎最终的得分。而我可以告诉你，经历了80多年的岁月，那些专注于规避愚蠢的人，最终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那些一味追逐卓越的人。
所以停止追逐卓越吧，开始规避愚蠢颠倒你的问题，认清你的能力圈，建立你的检查清单，研习心理学，保持耐心，保持平庸，保持理性，对几乎所有的事情说不，在所有的事情中都建立安全边际，永不停歇的学习，永不停歇地质疑自己的思维。坚持这样做几十年，你终将抵达我和沃伦所抵达的彼岸，并非因为你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而是因为你足够聪明，避免成为最愚蠢的那一个。归根结底，这便是全部所需。